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能够在凤凰卫视的摄影棚跟大家见面，来谈谈《了凡四训》这本书，是我在26岁刚刚接触佛法了第一本念的书，它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这个书我对它非常爱好，也常常读诵，也讲过不少遍。那么过去所讲的，跟现在所讲的，当然在境界上有些不同，但是往年所讲的呢，依旧可以做参考。了凡先生他姓岳，他的名字叫黄，红黄蓝白黑的黄，字坤仪，他是当时江南吴江县人，他生于明世宗，世宗是明朝第12代的皇帝，嘉靖14年，公元1535年，这样子，诸位，就比较有清晰的概念，距离我们现在有500多年了。那么《了凡四训》后面附的有一篇文章，于敬义与造神记，也是一篇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于敬义生于嘉庆4年，大了凡先生呢，10岁，大10岁。他们曾经在这个丁丑年，就是了凡先生呢第2次去考进士，那一年他是43岁，这个于敬义先生53岁，他们2个同科，于敬义考取了，了凡先生没有考取。了凡先生一直到丙戌年，到这个万历丙戌年，他52岁才考取进士，所以我们从他一生这个传记里面来观察，改过自新也是相当辛苦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早年前20年呢很辛苦，到了晚年功夫纯熟，断卧修善呢是越来越容易了，我们来看这个本文与同年丧父于是了凡先生自称他是童年童子的时候，根据这个立命之学来看呢，我们晓得他丧父决定是在15岁之前，怎么知道呢？因为他遇到孔先生那一年是15岁，所以决定是在15岁之前。这老母令其学举业，这个举业就是读书求取功名，他的母亲告诉他，不必去念书求取功名，劝他学医，学医，为可以养生，可以济人，学医有这么好处，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救济一些病苦之人。且系意义已成名，
二复所幸也。啊，如果你真的把医学学好了，将来能成为名医了，这是你父亲对你的一个愿望。这后啊，欲在慈云寺玉叶老者，修染伟貌，飘飘若仙，于礼敬之。啊，这就以后这个后啊，就是他15岁那一年，啊，公元1549年，啊，他在慈云寺遇到一个老人，啊，修染为茂，修染是胡须很长，啊，相貌非常魁梧，啊，看到飘飘若仙呢，不像是凡人的样子，啊，他看到之后对他非常礼敬，啊，那么由此可知，了凡先生从小家教好啊，这个虽然年纪轻轻15岁啊，处事待人接物就很懂规矩，啊，这才能讨人欢喜，啊，是逗人喜爱呀。于这个老人就告诉他：子四路中人也。这个老人好像是会看相的，一看到，哎，你是个做官的命啊！啊，明年即进学，这个进学就明年你就会考取秀才，何不读书？你为什么不读书呢？啊，你这个到处在外面游荡，啊，为什么不读书？欲告一故，啊，他就把他母亲教导他不要念书，去学医，啊，他在外面游荡，可能是在采药，啊，因为15岁学医呀，那一定是学徒嘛，啊，或者是跟个大夫，或者是跟这个药店里面呢做学徒，啊，这都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啊，所以他把这个缘故告诉这个道长，并叩老者姓氏礼居，啊，向老人请教贵姓，啊，这个从哪里来的？啊，曰：吾姓孔，云南人也。啊，这个老人告诉他，他姓孔，啊，他是云南人。得少子黄极素正传，啊，邵康节的黄极素正传，现在四库全书里头还收着有。啊，我曾经去翻了一翻，实在说看不懂。啊，这个完全是属于高等的数学。啊，这个书里头啊，不但是可以讲一个人的命运，讲国家的命运，讲世界的命运，啊，完全是从这个易经的卦数里面来断定的。是速盖传汝啊，啊，这个从这个定数上来讲呢，我应该传给你。你看这个老者第一次跟他见面，啊，怎么知道能传给他呢？这里头就有大学问了，啊，这种学问跟佛门里面宗门教下祖师大德传道非常类似，啊，欲引之归，啊，这就是了凡先生就引导这个老人回家，啊，看看他的母亲，就告诉他的母亲，母曰：善待之，视其素，谦息节义。我先好好招待他，啊，试验试验，他算的灵不灵？结果一试验呢，他算的果然灵。啊，欲随其读书之念，啊，从这个地方呢，他对这个老者给他推算呢，他有信心了，啊，这样呢，又生起读书的念头，
某之表兄神称，跟他的表兄商量，表兄说：玉海谷先生在神游夫家开馆，我送入既学甚便，与随李煜为师。他的表兄把他送到玉海谷先生那里，玉海谷在那里教四书，这开馆就教四书，那么他把他送到那里去继学，了凡先生就拜这个玉海谷先生为老师，孔位于其宿，现考童生当14名，辅考71名，提学考第9名。孔先生替他算，替他推算，他说：“你明年去到县里面去考秀才，考秀才呢，县考呢14名，辅考呢71名，提学考第9名。提学是省考，那个时候考秀才要通过这3关。他明年去考这明年是16岁，16岁去考的时候，果然考取了，而且名数完全相合，这3处明年复考3处名数皆合，可见得孔先生这算命的功夫很不错相当高明他不是江湖术士他是个真正有实学的这个数理专家那中国也讲叫命理专家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说佛为普终身修究既然这样灵验呢，请这个老先生算算呢一生的流年吉凶祸福也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临临也是秀才里面一个等级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公费学生，临是临米，他的名额呢是有一定的，必须要有出缺这个秀才里面考试名次最高的再递补上去叫补临说某年呢当贡贡生比这个临生又要高一等那么都还是秀才所以秀才里头分很多等级以贡生为最高，临生为其次贡后某年，你当了贡生之后某年这个贡生呢就有资格入太学去读书了所以那个时候入太学时候就是国家办的大学，古时候只有一个叫国子监这个太学呢都是设在首都设在京城。那么明朝时候有2个国子监这什么原因呢？明太祖这个建国的时候定都在南京，所以南京有国子监。以后到成祖迁都到北京，所以北京呢也有个国子监。明朝国家办的大学就变成2个了这个常识我们要懂贡生以上才有资格到国子监去读书这是贡后某一年你会当选这个四川呢一位县长大营是县长，再任3年半呢皆以告归你再任3年你就要告老还乡。为什么呢？53岁
8月4日丑时，算得这么准确，当终于正庆啊！你寿终正庆啊，你的寿命到了啊！系无子啊，你命里头没有儿子，与备禄而谨记之啊，备禄就是一桩一桩他所讲的啊，通通把它记起来啊，记着，这是他一生的流年。说自此以后啊，凡欲考教，其民俗先后，皆不出孔公所选定者，选就他算定的啊。以后啊，每一年啊，读书考试名次，全都被孔先生算定了，丝毫不差了。这里面呢有个插曲啊，独算于10米91担5斗当出贡啊，就是他当林僧，林僧呢，他领的国家给他的米粮啊，配给他的米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公费僧啊，他要领多少米粮呢？要领91担5斗。他就出贡了，换一句话说，他从林僧呢就升到贡僧了。即10米70余担，途中师即批准补贡，余切一之。算命是给他算91担5斗，他才能出贡啊。但是他领这个灵米70多担的时候，这个时候途中师啊，这个宗师就是当时的提学，管一省教育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教育厅长，他就批准补这个贡生啊，补贡生那就是出贡的。哎，他心里面就疑惑了，为什么这个不对了？啊，这个算的就不对了。后国为数印杨公所拨，啊，途中师批准补贡，这个文件上去了，被那个数印是代理啊，这个代理的这一位杨先生呢，把他驳回来了，不准他补贡。这到丁卯年，丁卯年是明穆宗隆庆元年，廖凡先生33岁呀！啊，诸位想想啊，他16岁考取秀才呀，到33岁才当上贡生，10几年这么长的时间啊！他直到丁卯年，殷丘明宗师见于场中被卷，叹曰：“吾策皆无篇奏议也。”啊，这个时候读学啊，就是主持教学的这个长官啊，殷丘明先生啊，他在闲暇之中啊，把从前这些秀才他们那些考试卷没有考中的这些考试卷重新拿来看看啊，突然之间呢，看到廖凡先生呢，他这个考卷写得非常好啊，所以就感叹出了这个5篇呐啊，他做的这5篇文章啊，就等于5篇奏议啊，他的见解啊，文字多好啊，可以比得上大臣对于皇帝的这个奏议
这岂可使薄洽言观之辱，劳于床下乎？薄是说他见闻广博，他的学识很丰富；恰是说他对于理论了解的很透彻。也是说他的文艺透彻。功夫一贯这样的文章很难得看到他说不能让这样一个有学问、有德行、有能力的人劳于床下一辈子当穷秀才随意现文声闻，随意现声闻准供这再给他申请去补供这一次批准了他说连钱设米计制10、91斗50银，孔先生算的一点没错确确实实，他这个林升米临到91担5斗，他才能出供。余因此一信进退有命，持俗有持，淡然无求矣。他到这个时候完全肯定，相信一个人有命运这个命运迟早都有时候，强求不得的于是他的心定下来了，妄念没有了真正做到了于人无争，于事无求所以我说这种人呢，叫标准凡夫我们做凡夫都不标准了，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到处妄求求不到的。命里有的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妄求咱哪里求得到呢？共入燕都这做了共生了到燕都，到北京到北京，当然也许想看看那一边的国家大学我想他一定是去2个大学都去了解一下，选择到底在哪里读书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留经1年，终日静坐不阅文字为什么呢？一生都是命，想什么都是枉然，所以把妄念呢给他止住了这个实在说他是被命运所拘无可奈何我们看了凡这个情形也值得同情也值得可怜即是归就是第2年。第2年从北京回到南方来有南荣这个时候了凡先生35岁南荣就是南京的国子监可见得他调查搞得清楚了，他选择南京的这个大学，想到这个学校去念书未入监，还没有上学在没有上学之前，先访云谷会禅师没有上学之前，听说这个栖霞山呢，栖霞山在南京现在南京有个栖霞寺那么他到栖霞山呢去访问云谷禅师云谷是大师的号，他的法名叫做法会所以此地称为他做会禅师这是尊称他云谷禅师是当时佛门的一位大德一位高僧
这个时候，云谷禅师已经是69岁了，了凡先生35岁，云谷大了凡35岁，了凡35岁去见他，那么这也是头一次遇见。我们在后面传记里面看到，云谷禅师的行仪，他的道风，他是一个真正开悟的人。虽然很年轻的时候出家，出家的时候也跟现在一样做一些金忏佛事，但是那个时候金忏佛事跟我们现在性质完全不一样。后来他觉悟到，出家干这些事情，与了生死出三界不相干呐。我不是为这个而来出家的。这个出家就等于说是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已所以生死事大了19岁他就去参学寻思访道以后他确实成就了。开悟之后，他在寺院里面韬光养晦专做苦行，别人不愿意做的这些苦工，他做。以后有一些地方上的名士、官员发现他，这是一个真正有道的高僧所以就帮助他，希望把这个栖霞山的道场恢复他老人家无异于名闻利养他介绍另外一位法师去做住持方丈道场复兴之后，他在山后面很隐秘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小修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天开岩人迹罕至，他一个人在那边苦修。我想了凡先生去访问，必定的是在这个所在天开岩一定在这个所在，因为法师已经69岁了法师是这个75岁圆寂的也就是1575年这一年了凡先生41岁所以了凡先生跟他见面，与大师圆寂这个时间并不很长，只有7年。我们想一想，他一定是住在栖霞山这个天开岩。大师平常接众，不管哪个人去访问他，他总是丢一个蒲团，叫你坐在那里叫你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一句话都不说一天不讲一句话，都在定中了凡先生去参访他，大概也不例外。你看，于栖霞山中对坐一时，反3昼夜不瞑目。跟了凡先生呢，他们坐在禅堂里面3天3夜，一句话没说云谷问曰：凡人所以不能做圣者，
只为妄念相缠耳。特别是修行人，修行人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妄念太多了，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你这个心定不下来呀。这你很奇怪，你在这里坐了3天，我不见起一妄念，没有看到你起一个妄念，这什么缘故啊？云谷禅师好奇呀，平常很少说话，遇见了凡先生给他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话，不容易啊。这个也是特别的缘分，我们要懂得这里面的道理人与人之间确确实实有时节因缘他遇到了云谷禅师，这才开始转变命运立命之学是云谷禅师传授给他的曰曰：“吾为孔先生算定，庸入死生，皆有定数既要妄想也无可妄想。”我早年念到这一句我想了凡先生呢，这个时候是标准凡夫也不错一生按照命运去过日子到53岁寿终正寝，一生没有大过失来生肯定不堕三恶道标准凡夫他的命运呢被孔先生算定了融入死生，皆有定数。这个话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例外凡人只要你有念头，你就不能没有数也就是说，你就不能没有定命只要你有妄念在如果没有妄念，那你就超越命运了。廖凡先生虽然能够改造命运，他只能改变，他不能超越。云谷禅师了不起为什么没有把高一层的超越命运的这个方法教导他呢？这也是要观机受教，看看了凡先生的本质他的天赋这些有道德的高僧都有能力观机看你是上根还是中根还是下根，应机说法。所以一切众生遇到这些高人，没有不得利益的那我们看看了凡先生，他是中人的根性，他不是上根，他是中根对中根当然不能够说上法，说上法他不能接受，所以说法了，切机比什么都重要法不切机，
等于是闲言语，这是佛经上说的。这闲言语用现在的话来说，废话了，白说了。所以必须要切机切理啊！我们要深深相信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命运，都有一个定数，只是自己不知道啊，自己不知道。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在这一生当中，你必定是盲目摸索啊！了凡先生呢，他被人算定了，他清楚啊，他这一生啊，他所行的方向啊，目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只是照着命运走就是了。啊，我们可怜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所以在这个茫茫大海当中啊，盲目在摸索。如果随顺烦恼，摸索当中还会造许许多多罪业，这些罪业损我们的福报啊，减我们的寿命。一般讲折寿折损我们的寿命啊。这种情形在今天社会可以说比比皆是啊。如果善根福德深厚的人，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但是心地善良，没有非非之想，存心行事都能守规矩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不做损人利己之事。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必定被替自己增福，替自己增寿不知不觉当中得福报。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大环境不好这个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大环境人是凡夫，不可能不受环境的影响环境不善，我们天天被不善影响。换一句话说，我们造不善业的机会就多了，而且不知不觉在造孽，这个事情很可怕了我往年求学的时候，李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不是给我一个人说，上课跟我们大同学们一起讲的他讲到从前这是古时候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逆人的命案，儿子杀父亲，这个事情在从前不得了这大事情这个事情上报给皇帝，当然他这个儿子处死刑皇帝下了命令，这个地方的县长撤职查办县长犯了什么过失呢？
这个地方是你统治的区域，是你教化的地区，你怎么教化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啊？你教育失败呀！县长撤职，巡抚记过啊，巡抚是当时的省长，记过这种行政处分，还其次啊，朝廷下命令，那个时候啊，这个县都有城墙啊，把城墙撤掉一个角啊，皇帝下命令，城墙撤掉一个角啊，这什么意思呢？你们这个县出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你们全县人的耻辱。现在我们在报纸、杂志上常常看到杀父亲、杀母亲，太多了啊！你看看古时候的教育，跟现在的教育一对比，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古时候社会能安定啊，长治久安啊，人民确确实实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无论是富贵或是贫贱，啊，有亿万财富的人，他活得幸福不幸福呢？没有幸福。他快乐不快乐呢？他没有快乐，他生活的很可怜。那说的不好听的话呢，不是过的人的生活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里头都有定数啊。定数，我们每一天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加减乘除啊。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啊，大概距离你的这个命数啊，不会超越太多的。一般算命看相都能算得很准确。如果我们的恶念、善念、善行、恶行幅度很大的话，啊，你有大善，或者是有大恶，就把你的定数改变啊。如果你有大善，你命中不好，哎，它会变好了。如果你造的是大恶，你命里头本来很好，会变坏了。凡人在所不免，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啊，现代社会没有一样啊不得诱惑人。人心怎么能够定得下来？所以今天修道，今天做学问，不容易成就啊。能在这个时代啊，学业道业有成，都是相当的善根福德因缘。如果没有相当的善根福德，都不可能啊！你有善根，你能够明理；你有福德，你才不动心呐！啊，面对所有一切诱惑，不会起心动念，
这是真功夫，这是真的福德啊！所以古时候古大德学校教学的场所佛门修行的场所，为什么要选择在山林、人迹罕至之处？实在讲，他的目的无非就是避开社会的诱惑，让我们的心呢容易定下来而已现在难了我学佛讲经虽然这么多年，佛教许许多多的道场我都没有去过。在中国，我只去过九华山去过峨眉山。而现在这些道场公路开上去了，游客很方便以前很不方便。我小时候我是安徽人，我的老家在庐江，距离九华山呢不算太远，但是从前朝山要走3天现在汽车3个小时，从前要走3天的，真的要有诚意还有人3步一拜，那大概差不多要走7天到10天从我们家乡很虔诚的拜到九华山选择这些地方无非是交通不方便游人不方便，不喜欢人家到这儿来。我们这个环境宁静，不要被人破坏现在呢开上马路这个寺庙里头都装上电视，就完了这个染污已经到家里来了。现在修道难了，太难了所以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一直到今年，我们才选择澳洲图温巴的小城山城这个小城人口只有8万，而且这个地方的人非常保守，在现在讲是很难得的做学问修道的一个好环境不能选择在都市都市诱惑力量太强了，没有定力，决定不能成就就花花世界你怎么修行我1977年在香港讲经，听那边的同学们告诉我，这法师虚云老和尚曾经到这个香港香港同修要挽留老和尚定居在香港老和尚说这个地方花花世界不适合修行，所以住了没几天就回到中国去了为什么呢？诱惑力量太大了，名利心太重，不是一个修行的处所如果上要像是了凡先生呢，那这种心态那行他已经知道自己命运算定了，
打妄想也是妄然，他心定下来了。这也说明云谷禅师就哈哈大笑了。我待汝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啊！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英雄豪杰啊！什么叫豪杰？一般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这个人就是英雄，就是豪杰啊！3天3夜不起一个妄念，不是普通人能做到了凡先生能做到再一问什么原命被人算定了，打妄想也枉然，这样才不打妄想了，这是凡夫所以这是个标准凡夫，我们要知道从这个地方要真正醒悟过来看看云谷禅师怎样开导他，怎样教化他，怎样把他这一些错误的观念扭转过来，这是真实的学问。了凡先生能接受是他的善根，佛家讲善根是能够明了能够依教奉行，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这是他的福德。有善根有福德，又遇到这样好的善知识开导他，这是因缘。善根福德因缘3个条件具足，他成就了，他能够把他的命运改变，道理在这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